中文口译测试，中文频道口译测试，中文频道口译测试。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场的主持人王世信。那么今天现在已经进入了议题6。那永续的议题，自从北艺大从去年开始倡导以来，我想这整件事情在全国各地，甚至于是说有小的层面来说，在学校各个角落，大家不管师生之间都互相开始激励思考，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怎么样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然后为永续的环境尽一份心力。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逐渐开始思考，也逐渐开始付诸行动的一个年份这样子。那么今年这个论坛已经进入了第2年。那第2年，今天在这个议程当中，我们请到了2位讲者。那么，因为由于2位讲者上线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我将分别为各位介绍这样子。那么，第一位是在这整个论坛里面，我个人觉得他是身份相当特殊的一位讲者。那么，他是来自澳洲的 Heidi Lamfer。他是来自一个另类的摇滚乐团，叫做Cloud Control， 然后他也是 Future Energy Artists 的创办人。Future Energy Artists 的它是一个针对现场娱乐的产业，
和气候行动的运动。我想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线上的朋友们一定也会相当的好奇。然后对于Heidi 来说，她怎么样从开始发想到付诸行动，结合厂商以致联合政府？那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透过他的亲身经历，应该能够知道，就是说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可以很大的。那么我们就接着欢迎 Heidi。Heidi。Hi, Heidi. Hello. So the time is yours. Oh, beautiful.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谢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也非常很荣幸能够借着今天的论坛来跟各位分享。那希望说我的这个简报也对各位有所这个帮助。那我的名字叫做 Heidi Lanfer。那现在澳洲正在下雨哦，就是平常应该是出太阳啦，但是今天下雨了。那我推出的这个平台叫做 FEAT， 代表的是 Future Energy Artists， 未来能源艺术。那我们是为现场娱乐展演产业提供气候解决方案的组织。那所有的专案呢，都是奠基于科学事实，都是由科学数据支持的，那也是由艺术家主导的，代表说我们融入艺术社群，所以非常多澳洲音乐产业的知名的表演者、歌手主导的这个运动，希望说大家一起来提倡、倡议说，气候危机是我们迫切必须要因应的课题。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组织，我们希望说发挥真正的影响力，我们不希望只是沦为漂绿的一员，或是打高空的这些口号。我们希望真的能够产生影响力，那也让观众能够参与其中。这边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希望降低现场娱乐产业的碳排。那怎么做呢？我们的做法就是协助所有的业界伙伴，不管他们是艺术节的主办单位，或者是艺术家表演者本身，能够拥抱电气化，使用再生能源，创造永续再生的环境。那我们认为说，尊重原住民也是非常重要的。先有原住民的这个正义，才能有气候正义。所以在澳洲，我们有65000年的这个历史，原住民也是重要的一部分。那另外就是这个灌木再生，这3个呢，就是我们 FEAT 在透过音乐产业希望推动资助的这个领域。那也希望说去教育观众，去鼓励大众去因应气候变迁，所以我们会推出非常多，不管是在社群媒体或者是其他平台的内容，去与大众来互动，做推广，做宣导。我们认为这当然不只是基础建设或是财务的议题，因为其实解决方案都有了，我们必须要跟大众沟通，那更积极的去发声。那我想，我们在文化创意、表演产业的这些艺术家、这些表演者就是最好的媒介、最好的领导者。那到底这个缘起是什么呢？就要来跟各位分享我的故事哦。我其实从我20几岁就开始玩乐团哦，跟我的哥哥组了一个摇滚乐团，他是打鼓的那个，还有跟2个学校的同学。那我们后来呢，这个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有持续在玩乐团，那大家好像对我们的音乐蛮喜欢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录专辑，然后几年后呢，也搬到了伦敦，就开始在伦敦展开我们的这个乐手生涯，然后在那边住了大概10年。就是身为一个国际巡回乐手各位可能觉得哇，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玩。
那当然确实是，但是也有蛮多的挑战。那我自己很喜欢说，就是在房间里面写音乐，然后能够在荷兰，或者说在台湾，我本来要讲这个北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能够在北极巡演哦，就是能够在全球的某个角落去做表演，真的很棒。所以这几年下来，我真的觉得能够这样子到处巡演，非常的感恩。但是因为我的身边很多朋友都觉得，哇，气候危机真的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在想，我的这些职涯选择对于地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就开始联络澳洲的这个气候科学家，花了4个月的时间去做研究，然后也去联络了非常多的这个大学教授，就写信或者是就直接打电话给他们，我就问说，像我这样的人，我能够有一些公众的管道来发声，那我要怎么样去运用我的影响力、我的资源去应应气候挑战呢？那我们也请了一些科学家来看我们的这个巡回演出排放的碳足迹，所以我们只看了2个礼拜哦，就是在澳洲2周的15场的演出。那我们可能要44班的航班，15场次的演出，然后就排放了，那可能就是里程数啦，飞行的距离是16431公里。运输的话是1843，然后排出了28吨的碳排放，那其实就等同于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排放量，而且那只是一家哦，那我们只是一个乐团一次巡演，而且只有在一国哦，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那一张专辑，我们也到美国去做了3次巡演。然后总共可能大大小小35场的演出，所以这个全球$640亿的现场娱乐产业，我们只是一个乐团就能制造这么多的碳排，所以我不希望说，我想要先重申，就是为什么这个是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有了所有的科学数据，我们知道说碳排放它会直接的造成全球暖化，那也改变了地球很多生命生活的方式。那我也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2点哦，就是真的关于气候的一些科学数据。我们在过去100年看到全球地球的均温哦，稳定的上升，然后从1980年代开始大幅的上升，这个是1个世纪内发生的事情哎。如果我们去看过去80万年，这张图哇，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惊，因为这边看的是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你可以看到过去几千年，它就是会上下波动，但是都在某一个范围内。但是从1950年代至今，它就只是不减反增，就好像一个垂直线指数型的上升。所以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超过了常规。很多的这些人为活动，很多的生化的物质的使用，排放了好多的二氧化碳，几乎要毁灭了我们住的美丽家园，真的是改变了一切，颠覆了一切。所以这2张图只是想要凸显说，我们现在面临气候危机有多迫切，所以其实每个产业都要赶快的来脱碳才行。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希望说在接下来7年去减少50%的碳排放。那现场娱乐产业其实排放的足迹是非常大的，所以表演者本身其实负有非常多的责任。我们的产业这个脚步其实是蛮慢的，很落后的，所以我就有这个起心动念，想要推出我们这个 FEAT，就这个组织。
这边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几年前刚成立的这个影片，我们来放看看。身为艺术家，展演巡回是很棒的一件事，我们能够到全世界去表演，去与粉丝见面。但是巡回展演也产生非常多的成本，气候危机是我们当代最大的挑战，每个产业都应该要因应。FEAT 是一个由表演者主导的这个组织，能够透过气候解决方案来改变我们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洁净能源的革命，你我都能够一起来推动。好，好，你们还是听得到我吗？好，那我们就推出了这个由表演者主导的再生能源投资基金，这是2019年的事情哦。我在跟气候科学家讨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碳抵减其实不是重点，碳抵减只是一个急救章。我们要解决根本的问题的话，就是必须要把我们这个能源的使用，就真的去减少，或者说完全让化石燃料退场，然后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那当时其实政府对于这个再生能源、洁净能源的投资哦，其实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要能够尽量放大我们的影响力，就必须要让大家更重视再生能源，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推动了这个洁净能源革命，来提升大众的意识，告诉大家说，澳洲其实有很多的发展再生能源，例如说太阳能跟风能的这个潜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理条件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有200多位非常知名的表演者、乐手的这个支持，像是 Vance Joy、Courtney Barnett、Matt Corby，就一起募得了700多万元来投资澳洲的再生能源建设。那像这个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昆士兰郊区的太阳能电厂，在这个瓦卡瓦卡地，那这块地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受到干旱所苦，然后之前是来种这个谷物，但是因为这个地力完全就是干旱非常的严重，完全缺水，连土壤它都没有办法再吸收雨水，地力非常的差。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第2章，我就站在这个田里面，地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裂缝，现在里面下面都是蛇，因为土壤就是已经裂开了，完全没有水分了。所以农民其实也在找新的方式来利用他们的土地来赚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1年半我们把募得的资金，还有来自慈善机构的这个捐款，我们就打造这个 Brigalow 太阳能电厂，里面有35个这个 megawatt， 那大概是90公顷的这个范围。那发展的电力呢，能够提供11300个家户用30年。我非常自豪，我们盖了这个发电厂。然后9个月之后呢，我们的团队决定说，我们现在希望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在永续的基础建设上面，所以我们把太阳能电厂给卖掉之后，然后再重新去把卖掉电厂之后收到的钱，然后把它投资到新的基础建设上面。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2023年，
在上一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模式，现在重新开始进行。那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关注到整体我们娱乐产业的生态系统。那我们希望把各个地方的这些艺术家还有制作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来想说我们该怎么样把娱乐产业变得更为永续，怎么样做永续的转型。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做活动和巡演演出的门票，在上面加收一个永续费，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为像是气候税一样。我们在每张票上面多加1块，或是大概1.5%的附加费用，所以只要观众想要买一个演唱会或是一个活动的票，他们都要再额外付这一个永续费。那这就是像图片上这样子。那所以你在订票的时候，就像是买机票一样，你的税都是已经附加在里面了，所以你的这些消费者他们并不会需要分开来付这个这个永续费，而是它是合在整个订票费里面，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勾选说我愿不愿意付永续费，而变成直接是包含在费用里面的一个决定。这样子1.5%的永续费，其实它就是为了呼应巴黎协议的1.5度决策。那我们认为这样子是一个最佳的实践方式，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影响范围内获得最大的效益。那这样子的一个永续费的票券，我们也在全国卖了10万多张。那还有在我们澳洲很多的一些节庆表演、艺术节，我们也贩售这样子含有永续费的票券。现在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些案例，看我们能够怎么样发挥我们的影响力。第一个叫做 Falls Festival， 这是一个音乐艺术节，在澳洲的一个艺术节。那大概来参加的观众会有5万多名。表演大概是会持续3天，在4个不同的州。那每一个地点呢，都会总共大概有3天的时间。然后整个准备期跟拆台的时期也都会维持大概1个月。那你在的那一个场地呢，我们会把它做得非常的永续跟环保，就你不可以带一些就是不环保的东西进来。那这些场馆呢，他们都是有600个发电机来发动的。那这些发电机都是24小时不停运转的。那所以我们所用来发电的装置就是图上的这些太阳能电板。我们的艺术节的行政人员也会专门有一个团队来管理这个部分。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我们把它放在后台，这样子它就可以为我们整个艺术节发电。而且它这样子的太阳电板，它可以把我们的柴油发电机能够充电21个小时，然后他们可以让它运转21个小时，然后在3个小时充电，再运作21个小时，是这样的模式。这样会有一个蛮有形的一个成果给大家看。那如果我们不用
这种太阳能电板来去充电的话，它原本的就要用到很多的柴油，所以现在我们就不用柴油了。那原本用柴油这些发电机就可以完全利用太阳能电板的电力来提供我们整个艺术节的用电。那同时，我们在这张照片大家看到的，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 DJ， 所以他也是帮我们拍了这么多的形象照。他也把这个照片分享给很多他的社群媒体上面，他有非常多的粉丝。所以这一个活动它是2个月前在澳洲举办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活动。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预算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电池上面还有我们的太阳能板，大概加起来是12000左右的澳币，那运输大概2万块。所以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计划，它可以在未来变得，当我们有越来越多太阳能电池的时候，其实它就会越来越省钱，因为你在未来整个市场变得有更多太阳能电池之后，那电池就会变比较便宜。那我们这样的计划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购得电池来去运作。那另外一个叫做 Laneway Festival， 是一个巡回的音乐季，它也是在全澳卖票的一个音乐季。那它是整个音乐季，它会对他们举办的6个地点进行活动碳足迹的分析，因为在这个里面，太阳能的这个电池也是有使用。大家可以看到 Ellie 她是这个艺术节每年的一个主办者，然后她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些项目的管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永续的报告，大家可以在图上看到。那上面就是在讲这整个 Laneway 音乐季的一个碳排的一个分析。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书还在写，所以我没办法把内容分享给大家。那同时，我们觉得这个报告书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等于有一个记录给未来要举办的音乐季，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要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音乐季，叫做 Harvest Rock， 那也是在南澳这边办。这边南澳很常有野火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做灌木复育。那我们有很多国际的艺术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他们来我们这个 Harvest Rock 来这里种植树木，大概他们种了快有100多棵灌木。然后也跟 Trees for Life 一起合作，那他们在当地就是复育了100多种不同的灌木。那我也有机会跟整个执行的人去做访谈，那所以我就了解到他们是想要让艺术家跟原住民还有当地的居民一起让他们做连结跟互动。那我认为这是整个活动里面的一个亮点之一，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2023年我们又再去采访了一次这一个活动。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太阳能电板来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在家里发电，然后也用太阳能电板去帮忙整个的制作的过程，提供他们需要的电力。那同时，他们也和原住民的一些组织、一些社群单位合作。
那接下来2024年有什么计划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正要举行，我们会主要在想做的是场馆上面的一个重新的装修跟整个的场馆的一个改变。那这个目标呢，是我们希望把澳洲这些比较经典的场馆，把里面的一些发电的方式转换为太阳能的发电。那如果他们没办法安装太阳能电池的话，我们就会希望他们能够尽量往绿色发电的这个路上前进。所以这个做法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所有的艺术家，还有我们之前有建一个太阳能电厂，那其实很多的艺术家，那他们其实在巡演的时候，如果要自己搭棚，那些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去不同的场馆去表演的话，其实我们要专注的就是在这些场馆本身是不是可以用绿色的发电方式，这样子能够使用一些再生能源，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生态系变得更永续。那所以我们这里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我们希望把不要有这么多的碳排放。那我们明年做的这计划有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集团能源的效率稽核，这其实是对场馆做一个健检。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它整个场馆里面的这种电力产品、电力设备，它们是不是都有能源的这个效率是好的。那去看整个比如说发电箱啊等等的开关，看它们是不是都能够有效运作。那我们也会跟场馆提供建议，如果这些东西可能是需要有所改进的话，我们会提供他们建议或是替代的一些设备方案。那第2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招标的流程，要找到对这一个场馆来说最好的一个绿色厂商，让他们能够用绿色厂商提供的发电方式给这个厂商，给这个场馆提供电力。所以我们要去找到绿色的这些发电厂商来去加入我们的招标。那其实我们知道这是蛮贵的，如果你要去加装太阳能电池的话，因为虽然我们在票券上面会有加收永续费，所以场馆可以要把整个重新装修的一些需要用到的费用，把它移转到票券上面的永续费。所以这一个计划它现在正在计划当中，那我们是跟 Live Nation 这边提案。那 Live Nation 它是澳洲非常著名的一个场馆，那我们也跟我们的联合政府在讨论。那我们希望能够获得资金，在明年能够开始去推动这个方案。那我们就可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我持续联络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的 Instagram， 那或是直接打我的名字 Heidi Lamfer。那如果大家想要再跟我保持联络的话，那这是我的联络方式。所以这个就是 Feed Life
还有整个缘起，就是一个摇滚乐手女孩到底要怎么样开始踏上这个气候转型之路，这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 Heidi。中国有一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起心动念做下去，你才能够发现这个涟漪有多大，然后你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广。那我们谢谢 Heidi 的分享，然后我相信线上也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那么可以提出来。那我们在后面对谈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把各位的问题提到会议上面来。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 COVID 或者是怎么样，因为 COVID 的产生，让我们才有机会在线上同时和这么多来自国际的友人齐聚一堂，然后讨论事宜。在 COVID 之前，没有任何人想过说我们可以做这么华丽的线上会议，然后这么直接的交流。那下一位，这位是来自英国的Famita Conte。他是 Factory International 的环境永续经理。那么他因为我相信在台湾或者在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艺术节在进行。那他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他将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在曼彻斯特艺术节当中利用永续的实物的经验跟心得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真的来说，就是永续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必须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那么在他的那个时空当中，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在与会的各位观众朋友，透过他的经验，也可以学习到非常多如何转化成为自己后面做事的一些动力。那我们欢迎 Famita, are you there? Hello. Hello. Hopefully you can hear me. Hello. Well, that was really great listening to Heidi. 谢谢 Heidi 的分享哦。那我也就开始分享我的这个简报。真的，主持人说，就是因为疫情哦，我们能够远距相连。那我们现在真的时间也蛮早，但是我很开心能够在今天的这个论坛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们如何去推动环境永续，以及我们这个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的做法，还有也会谈谈我任职的这个 Factory International。那我的简报会谈我们的这个永续实践准则，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还有心路历程。这个是我想要先下的一个这个简报标题哦。那也分享一下，这个是来自我们的一个制作 MI23， 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这个艺术节。那在这个节目手册里面，这个创意团队还有 Factory International， 我们知道说 faggot 这个词哦是一个很有歧视性的词。那 Larry Mitchell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faggot 他其实是希望用比较正面的字来用这个词，所以 faggot 这个对于同志有歧视性字眼的字，其实当时是有一些正向意义的。那这边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你分享的越多，你需要的越少。其实这就扣合了永续它的重点。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有的资源，我们身为地球公民有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当我们说到气候行动、环境永续，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去分享彼此的知识、经验跟交流。所以我觉得，当今天我们分享的越多，
我们需要去想的、需要的就会越少。所以我想，这是我对于我们大家一起的这个期许。那接下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如何开始在 Factory International 担任这个环境永续经理。那我是2021年1月开始到职，那算是我第2次从事类似环境永续这样的工作。那我之前是在2010年在东伦敦，到16年在东伦敦的一个剧场担任环境永续相关的职务。那我们是希望说能成为碳中立、最碳中和的这个剧场，来推动改变、推动艺文产业的改变，然后去推广环境正义、推广环境永续。所以我也推动了非常多艺文产业的这个环境永续专案。但是在 Factory International 呢，我们现在是英国规模算是蛮大的一个艺文组织。那我们带领的就是去开发全方位的一个策略，发展环保永续的最佳食物。所以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每日营运的业务啊，都能够融入永续这样的概念。那在英国呢，2012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呢，他们就第一次把这个减排纳入了相关的目标，所以有获得这个 ACE 补助的这个艺文机构哦，都要开始落实减排。那英格兰艺术协会，他们现在也有这个 Let's Create 这个专案，把这个环境永续哦纳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艺文机构要落实的原则。所以现在啊，在英国就是艺文产业、文创产业，慢慢的掀起了一股绿色环保的这个风潮。所以我现在在 Factory International 担任环境永续经理，就觉得说，现在大家对于永续更有共识，更有凝聚力了。那这也是我非常乐见的一个发展。现在大家都不会是就是第一个要去做什么，而是现在它慢慢变成一个这个业界准则、业界的标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 Factory International 的使命哦，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共创明天。那对我来讲，这其实就关于我们怎么样去落实气候正义以及环境永续。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去努力，透过创新，透过重新的探索，回归传统，去共创明天。所以重点就是集思广益。那共创明天就是去思考未来嘛。那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世界？我们要怎么样跟地球共生，和平的共生？那有人跟我说过，每个人的贡献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到。所以我就觉得说，要达到环境永续，大家真的是要同舟共济，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或是一个产业有所有的答案，大家一定要团结，透过交流，透过共享，来达到目标。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环境永续政策哦。那我们在研拟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看，到底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身为一个组织，我们认为说，我们是一个开放、创新、公平、有决心、国际化的这个组织，所以这也是我们组织所秉持的这个价值观。
开放的话呢，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针对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气候行动来提出批评、提出建言。因为永续它是一趟旅程，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加入我们。创新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去思考这些模型、流程以及做法。那我们也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全球的网络去推动全球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永续政策。那每年呢会进行修订，那也会参考国际趋势，例如说联合国的这个 SDG， 还有我们这个英国2008年的气候变迁法以及相关的修订法案，还有政府相关的政策，这个我后面会再多谈。所以像是我们曼彻斯特的这个区域气候局啊，或是说相关的政府单位等等，参考他们的政策来订定我们的行动计划。那里面也会列出相应的里程碑，还有 KPI， 还有每个人的职责职务是什么。那也会去衡量我们的这个进展追踪成效，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所以这个永续政策就是确保我们有落实，那我们也能持续的改善我们的这个最佳食物。那其实早上我们听到 BGA 分享这个绿色队长哦，我觉得其实我就像是我们组织里面的这个绿色队长一样。接下来就谈到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哦，简称 MIF， 它是每2年，自从2007年开始举办的这个双年一次的这个国际艺术节。那我们也跟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流行文化的这个组织一起来合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节。但是同时在筹办的过程也不容易哦，因为还要融合环境跟永续，所以有时候其实并不容易。然后要衡量指标、衡量成效，也有时候不容易。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哦，还有几张图片。这是 MIF2，是今年6月29举办的。那这个是规模非常大的这个艺术节，我们卖出了12.5万张的这个票。那里面也有非常多这个知名的艺术家、表演者来展出，所以我们希望去连接曼彻斯特以及全球的这个艺术家。那右边呢，就可以看到许多的这个知名的艺术家以及表演团体。后面呢，我也会再多说明。那这个我们2023年的 MIF 呢，有来自1100多位的这个驻村艺术家。那我们跟全球的连结哦，当然也在这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与很多合作伙伴邀来了很多的这个驻村艺术家，我们也有超过400位的这个志工来帮助我们。那总共呢，工作时数达到了9000个小时。所以每2年就会有这样盛大的活动哦，在曼彻斯特举行。那接下来就跟各位分享我们的永续做法。那大家来看看这一张投影片。那我们从右上角开始，那这边是一个叫做 Each Tiny Drop 每一个小点的这一个由草间弥生的这一个合作的方案。那我们也是和我们的原住民一起合作的这个专案。那我们的曼彻斯特这边，我们是希望把自然每一个小点都代表自然，把自然带到这一个
城市里面。那我们的观众，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大家都带自己的水啊，然后餐具都来到曼彻斯特的河边，然后在这边做野餐。那我们来讨论怎么样跟当地的社群一起有更多的合作。那背景有音乐，那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放松，在这边享受生活。那这就是我们的另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支持环境保育，支持河川的富裕。那接下来下一个图，左下角这个图，那其实是在曼彻斯特，右上角照片，这个就是草间弥生的这个原点的照片。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草间弥生的作品从日本带到曼彻斯特，但是这中间的这个海运，我们是希望能够尽量让它的碳排放能够减少。那同时，我们是希望他做的这些材料，最后也是能够重新的回收再利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原点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看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照片，因为这都是草间弥生的作品。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艺术节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草地。那这边我们也有请一些就是公平交易的一些厂商来，然后提供我们一些食物的提供当下参与者一些食物，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过度包装的议题，就不会用很多的过度的包材来污染环境。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重复使用的产品是会比只用一次就丢的产品来更节能、更减碳。所以我们是鼓励我们观众是这样子去使用这些能再利用的餐具。那也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推广这一点。那2023年的 MIF 还有跟 Ryan Gunda 这个艺术家合作，那就是这个我们有小的硬币，然后藏在曼彻斯特的各个地点。那这也是我们 MIF 2023年的一个小计划。那我们就可以希望主要是来沟通大家使用大众运输，而不要用这么多的这种自己开车啊等等。那我们也从我们当地的运输局这边获得了一些资金，所以之后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运输这一块能够变得更为永续。那接下来大家再看这边的几张照片，这也是 MIF 2023年的一些活动照片。那从左上角开始，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笨钟往横躺的一个装置艺术。那你有这一个装置艺术，是因为你用做这个装置艺术的材料，它其实都是永续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它其实都是塑胶袋，然后这些塑胶袋都是从各处的地方收集起来的。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把这个资讯来去分享给观众，让大家看到说有这么多的塑胶以及需要去做回收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 MIF 2023的另外一个活动叫做 Talking to Tomorrow。那这个是
与明天对话，那就看到有两个人，他们拿了一个写着 community 的牌子，那这上面其实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要去回收 PVC 塑胶这件事情。那希望把这样子的概念、这样的想法去沟通给曼彻斯特所有的居民。那还有一个叫做 Arcadia 的计划，那这是在一个工地去做的一个装置艺术。那这个艺术家带了很多这种会发光的小东西，然后在晚上就点亮了这个建筑工地，然后背景有音乐。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Sea Change 的一个舞蹈，那这个舞蹈也是曼彻斯特艺术节开展的一个活动之一。那这一个表演主要沟通的地方是希望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大家可以重新连接起来。那大家可以透过跳舞，然后在曼彻斯特的主要的街道上面去做表演，那就可以吸引大家来参加活动。所以文化界在遇到现在这个气候变迁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要透过创意去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个 Sea Change 这样的舞蹈，我们也进行了观众的问卷调查。所以我们会调查说，观众是从哪里来的，是搭什么样的运输工具来的。那所以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透过他们来去计算整个艺术节的碳足迹。那我们同时也把这一个做法也延续下去。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英国的政府这边要求艺术团队，那每年都要回报他们的碳足迹。那在 Julie's Bicycle 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计算碳足迹的工具，都是免费的。那我觉得非常高兴你们昨天有请到他演讲 ，Alice 是我心中的一个英雄。所以我希望把我们的艺术节做得更为环保。在 MIF 2021年举办完之后，我就开始收集我那时候拿到的数据，然后记录我们的碳足迹。那把这些资讯都收集起来，数据都收集起来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一个 Scope 3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任务，也就是我们要计算观众他们是怎么样来到我们的艺术节的，他们排放的碳足迹是多少。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拿到了这个资讯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说，能够把艺术节办得更永续，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那自从2022年，我就每一季就会来看我们在差旅上面，或是观众来参加我们活动所造成的这些差旅的碳排。那把这些计算起来是真的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数据是很有影响力的。你只要知道自己碳排是多少，你就能够制定相对应的行动来去处理。在2023年的时候，那我现在有这一个绿色工具，也是英国这边开发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金字塔。那我们就可以用材料使用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以及材料去哪里。所以
可以看到这张图上有很明显的区分。那左边是材料的来源，右边是材料之后使用过后要被怎么处理。那同时，我们是非常努力的再去记录材料来源，那希望能够尽量使用2次使用已经有的材料，而不要使用新的材料。那这个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些有形的东西给记录起来。所以从永续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制作团队，当我们能够在制作过程中把这些数据都记录起来，我们就可以把制定相对应的行动，并且带到下一个制作去作为参考点。那在英国这边，在伦敦，我们有推一个2023年的绿色行动计划，有很多的人响应。那它主要是在沟通循环经济，然后还有重新使用道具啊跟布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想，这个是这个是之后几年伦敦这边剧场的一个重点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有一些照片是跟观众的互动，那这就让我想到说，那其实我们也是要跟观众有好好的互动。那整个国家我们有大概7万多个艺术团体，那77%的这些文化团体呢，他们都是有办法在社会是有影响力的，能够改变这个文化、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的艺术场馆都是能源使用上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减排。那里面也有很多的剧场，他们是在关注在怎么样去减少这种差旅之间的碳排情况。那每个人的关注的方向都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要同时去支持大家往永续的方面发展。那同时在大曼彻斯特地区，我们也我们也有一个永续的团队，来去处理气候跟生态的危机。那我们是把不同的文化团队的组织都聚集在一起，然后跟曼彻斯特当地的一些社群一起，大家来去处理、去应对气候的变迁带来的各种的危机。那我们这大曼彻斯特地区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网络就叫做 GMAST。那我们也有去游说一些政策的制定者，那希望我们能够影响曼彻斯特的气候变迁局，然后去让他们维持在比较少的碳排的情况，让他们能够推动更多的气候的行动。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艺术的一些团体，我们在里面是有很大行动力的。那同时，我们这些团体有小有大，有比较不知名的剧场，也有 BBC 这样大的组织，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曼彻斯特的这个目标。那我们是希望在未来能够达到减碳的目标。那曼彻斯特的这个气候变迁局，他们也有订定这个碳中和以及净零的目标，他们也有从2020到2025的方针。
那曼彻斯特的这个气候变迁局哦，他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碳素养，所以希望鼓励大众哦，透过每一天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小小的行动，来减少碳排。所以我们的目标哦，就是希望能够在2024年以前呢，有100个这个认证的机构能够来提供碳素养的这个课程。那身为一个这个国际组织，我们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国际合作专案，这是我们的很多国际合作的成果。所以自从2007年开始呢，我们就跟超过100多个这个艺文组织合作，推动150个这个专案。所以总共呢160多万人曾经参与我们的专案。那里面都必须要符合我们的环境永续政策，所以包含我们的这个航班的安排啊。那像在欧洲，我们都鼓励大家多搭火车，少搭飞机等等。那我们有一个专案，现在它就是以这个音乐巡演，而不是以制作的方式，展出，然后到不同的这个城市。那可能有时候不用整个团队都跟着去，所以环境永续也不只是包含碳，这个是在这个 Stage 这个我们业界一份杂志刊出的，就是在谈到永续，也必须要注重公平、多元以及包容。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不同的这个价值观，所以环保、社会公益，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那核心就是人，你怎么样让更多人都能够参与其中？这是我们的MIF 2023的所有志工大合照。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多志工愿意一起响应、一起参与，真的非常的棒。那我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几张这个图片。这个是 Ellen Van Loon 他们这个建筑师事务所所设计的这个建筑物，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场馆啊，里面有非常多很好的这个空间。那这边可以有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然后也有展演，还有仓储的空间。那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舞台设计，是由 Daniel Boyle 所设计的。那最后呢，想以一句话来作结啊 ，Angela Davis， 她是一位在美国的这个黑人这个运动主义者，她说：“你必须要采取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而且要持续不放弃。”那我就从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期待跟各位交流。谢谢 Bameta。分享，我相信各位从他的整个分享过程当中，一定也受益非常的多。那么接着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语谈讨论的时间。我们这一次也非常开心的请到了2位我的好朋友，也是多年的同事。第一位是桃园铁玫瑰艺术节策展人李惠美，对。然后第2位是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王俊杰，王馆长。那在这个当中，我相信他们也有一些在工作中的经验，希望跟大家分享。那好像今天王馆长有一些问题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先从王馆长开始吧。好，谢谢 Sammy。我想这是一个蛮特别的题目哦，特别是在大型的专业的场馆谈永续跟减碳的这个议题上面，它的确是有更大的困难度。好，那例如说我们在当代艺术里面，艺术家他们因为这个
技术设备。还有各种不同的多元化的形式，所以似乎它很难马上的去达到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但是我们在看所有的场馆经营的时候，它有一些必要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譬如说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个典藏的空间，它是必须要24小时的恒温恒湿。那这些大量的碳排放如何去跟现在的国际的趋势去达到一个平衡，的确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议题啊。好，那所以我就想说，是否我可以以台北市立美术馆来作为一个案例啊，来谈一下近年来我们做的事情，还有我们遭遇到的一些困难。那第一个大概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谈节庆啊，那以美术馆来说，以北美馆来说，我们每2年会举办一次台北双年展，那它大概也是目前台湾最大型的国际的这个视觉艺术的展览。那在2018年的时候，由策展人吴玛丽跟另外一位共同策展人Francesco Manacoda， 他们就提出来了一个叫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展览的计划啊。那这样的计划其实很明显的，它是在思考艺术社群它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环境的议题。那特别是视觉艺术家他们所依存的，不管是美术馆或者是画廊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空间。那在2020年啊，就是在疫情开始之后，这一届的台北双年展啊，邀请到法国的2位策展人啊，一位是 Bruno Latour， 另外一位是Martin Quina。那他们更把这个议题延伸啊，叫做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特别去把这个全球化跟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问题，如何去跟文化人、艺术家们共同的去讨论。那在这个双年展里面有一个蛮特别的计划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在2020年的台北双年展里面，有一位法国的环境工程师，也是艺术家啊，叫 Stefan， 他提了一个叫“赎回大地的艺术”这样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或许在西方是一个常常被思考的议题，但是在台湾好像第一次。他很直接的在一个展览里面向我们提出来说，我们举办了这样一个国际的大型的展览会，那到底我们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那我们在这些碳排放的过程中，怎么去跟艺术的或者是文化生态的永续这件事情去对话？所以蛮有趣的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这个 Stefan 他总共邀请了很多不同的单位，包括美术馆啊，还有这个艺术中心，还有艺术团体、个人艺术家啊，还有大学。那这个大学就包含了台北艺术大学的2个系所，一个是美术系，另外一个是新媒体艺术系啊。那让这个不同的单位分别的去计算。他们在2019年整年度里面，他们到底的这个工作里面，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张表啊，就是作为一个简单的 sample， 就是你会发现，美术馆它全年的碳排放已经超过2000吨。那相对来说，大学啊，它只有180吨。那所以美术馆是大学碳排放的大概将近15倍，那这个数据其实是相当惊人的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2019年的这个总碳排放量来说，美术馆它最主要的碳排放的来源就是这个场馆的营运啊。那这场馆的营运当然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包括你的这个恒温恒湿的所需要的电啊。这些设备，那相对的其他在包括
旅运、材料、布展等等，它的比例上来说相对是低的。可是这个就当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很多脆弱的艺术品，如果你没有用恒温恒湿的24小时的这样的装置，它是没有办法维持这些艺术作品的一个保存性。那到底应该如何去在这两者之间获得平衡，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啊？所以以这个美术馆作为一个场馆，然后它又必须要去进行这个所谓艺术展演的这个功能的话，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 Stefan 这个艺术家，他就用了一些这个图表来显示，到底我们平常在这个碳足迹上面的部分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比例啊？譬如说，我们看到这张图表，你就可以发现，美术馆跟这些艺术展演空间啊，他们在这个所谓场馆营运上面所产生的碳排放的比例是最高的。那其他相对的，包括运输布展啊等等，它的比率相对是低的啊。然后场馆营运就占了80%以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比较小型的 studio 的话，它场馆营运相对来说可能就是稍微低一点，然后它比较高的碳排放反而是在这个旅运上面。好，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艺术家他就召集了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单位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共同的去讨论，每一个机构它到底是怎么样平常在使用它的空间跟它的工作。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透过重新提醒我们这个碳足迹的这个问题来思考，有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具有更建设性的一个做法？好，所以我们大概举办了多次的这个工作坊还有研讨会。那最后呢，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分组做了一个讨论。然后每个单位他就必须针对自己机构的问题去提出对自己的检讨，然后甚至于他们必须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像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图表，就是这个台北的国际艺术村的总监，他正在报告他们如何的去思考这个碳足迹的问题，然后如果有可能，他们可能可以从什么样的方面去减低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好，然后最后呢，大家就是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然后代表就是说，大家希望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然后找出更有效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好，那最有趣的是，在这个计划的最后，艺术家就要求台北市立美术馆要计算出2020年台北双年展的碳足迹。结果我们计算出来，约略是390吨的碳排放。那它还不包含就是观众的部分因为刚才我们从刚的演讲里面也有听到，就是外国他们可能会连观众到这个现场来的这个交通工具，他们使用的碳排放都计算在内，但是这个计划是没有。可是呢，我们计算出来，我们必须使用大概种植12000棵的树苗来减低这个碳，可是这个树苗在生长的过程中必须耗时大概10到13年的时间，才有办法把举办了一个单一的台北双年展所排放的390吨的碳给排放掉。好，那这个计划我们后来是跟台北市政府的工务局的这个大地工程处合作因为我们一般的机构你很难去找到一块完整的地可以去种这些树那必须透过政府机构，它才有办法一起来协助。那后来我们大概就是在台北的这个大轮尾山的这个区域呢，去种了12000棵的树苗。好，那所以刚才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重新的去省思，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用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去回应我们面对的未来的问题。
好，谢谢王馆长。透过一个实际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就是说，美术馆怎么样进行它1年份的碳中和，然后在实际的做法上，以及在面临到大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才明确的认知到自己做什么事情，然后举办一个活动，它的碳排，它需要花多少时间来综合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相当的具有一个教育意义这样子。那接着下来，我们请那个惠美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她自己的案例。好，谢谢主持人。我这边的案例，我想应该是从比较是表演艺术的节庆这边在着手去回应哦。那刚才从 Hedy 或者是 Fermenta 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我就是一直在反思我们台湾的状况。那因为台湾尤其它的一个土地面积小，然后我们的资源也是有限，所以这个环保跟永续的议题对我们来说尤其的重要。可是环保，除了一些观念的倡议以外，如果我们要付诸行动，其实我们有很大的成本必须去考量。那尤其像 Hedy 或者是那个 Fermenta 在讲的这个艺术节，它的规模其实目前我们在台湾的情境里面其实是很难去回应的。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种树或者我要种电，都有很大很大的难度，因为至少在澳洲，它有很多的沙漠。可是如果台湾我要种电，我必须去把池塘废掉，把农田废掉，然后去种电。其实我们就相对的没有这样的资源去回应我们要制造干净的能源。那这个议题其实就是说，也许我们不太能够从他们身上取经，然后学习到这些经验。可是反思过来，我在想的是说，如果我们能做的是在从剧场界出发，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就像馆长刚才提到的，电是一个很可怕的，对于一个场馆要维护，它就是一个很极高的成本。但是如果我们要用干净的能源，第一个我们没办法种电，第二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资源的回收其实还是很有限。我想很早以前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开馆的时候，他们在盖这个建筑时，一开始他就把永续概念放进去，他希望他们可以收纳这个雨水，然后回来巡回到这个场馆可以再利用，不管说从卫生设备或者是灌溉他们的这个园艺，他都已经思考这样的模式。可是我们比较早的场馆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考量在你的建物使用上。那你现在要去做，其实它会有一个很高的成本。就像以前梁天元在国家剧院，它有一个绿墙。可是绿墙完全是靠电力，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装置，那完全不含保的。可是是在视觉美观上这样的需求，所以你怎么去取舍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要做取舍。所以我想，剧场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就是说，未来在我们做节庆的表演活动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策展人开始要意识到所谓这个永续的议题。那除了在他的策展的内容上，他能够去倡议以外，我们的回应的具体行动有哪些啊？那我刚才在归纳的时候，我是比较想到的是，第一个就是说，策展人如果他意识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减少的是，这个碳排放，或者是在能源的使用上能够降低需求跟依赖，那是不是策展的观念就必须要改变？那改变之外，第一个就是你要松动你演出的形式，因为以往我们都进到剧场，剧场就是一个黑盒子，不管大的小的，它就是靠很多的电力、很多的能源来 support 它的演出形式。但是那个演出形式，像 Manchester 我看到了很多走到了户外，然后甚至像那个FIT 也是会在户外大量的让3万人在一个同时的空间，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发电去做他的演出活动。可是，在台湾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走到外面啦。我们可以利用自然的情境、自然的环境，去降低我们对能源的依赖。那
这样子的话，如果策展有这样概念，他就要去说服艺术家，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他的规划设计开始，他就必须要有永续的观念，去取代我们过度依赖设备、过度依赖机器，那些后面都需要电力啊。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应该是第二点是要松动所谓我们对演出形式的需求。第三点就是移动的必要。我们要考量的是移动的必要。那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很多，如果我们对外连接，它绝对依赖这个国际的交通。那国际交通就是对一个碳排放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在很早前，我们其实在谈论演出的合作的时候，跟国际连接的时候，就开始发展所谓的共治。因为共治第一个是 cost down 你制作成本以外，其实也是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让一个作品能够永续发展，它不会只有在这个地方现地演出完就结束，那种是非常非常浪费资源的。所以相对的，如果用一个共识的概念去发展，大家在 share 这成本，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在对这个环境去进行一些贡献。那问题就是你要做这个分享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我觉得，对不起，我的 notes 跑掉了。好，那就是回到就是分享这个成本。另外有没有可能，我们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剧场银行或剧场仓库的概念，就说从你的服装到你的舞台设施这些东西的再生循环，它能够被再利用，这个样的观念，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在舞台上需要追求的是所谓我的独特性，我是唯一的这样的形式，我要创新。可是在这个创新的背后，其实你付出的成本是相对的高。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概念，用分享这些东西的材料，我们可以再生、再循环。那我相信这个会对剧场的贡献会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同样的，就是一个在地，因为你减少移动，那在地有没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去符合你的需求？那这前提就是你要开始培养在地的人，减少说我们必须要仰赖很多用移动来满足我们自己对人力的需求，不管技术人员或艺术家的需求啊，这几个是我在考量是在剧场相对的。那第四点就是会回到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碰到一个最大问题是剧场，它其实必须去面对是现场即时跟人与人的接触。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下，我们进到一个环境时空下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提醒这些参与的艺术家跟观众，开始大家建立这样的观念，去做这个永续的一个发展？那这个重点就是，如果大家齐心一起要去努力，也许就像刚才主持人有在提醒的，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所有东西都是会从这里出发的。好，那我的分享先到这，那是不是也是一样？请主持人再回应。谢谢惠美。如果线上的观众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到那个 Slido 去写下你们的问题来提问。不管是现场的2位语坛人也好，或者是说在线上的2位讲者都好，你们可以在这边提出问题。我这边已经看到一个问题：音乐节、艺术节是必需品吗？会不会不要办就好了？想请2位怎么看？好悲观的观众哦。音乐节、艺术节是必需品吗？会不会不要办就好了？想请问2位。怎么看？那我想我不方便做任何回应这样子。可不可以请惠美或者是说馆长来解释一下提问？因为字很小看。
我先回应一下，好好好，馆长请先讲。好，因为惠美，我们知道惠美的专业比较是表演艺术嘛啊，但是我在想，虽然视觉艺术跟表演艺术它的本质上面有一些不一样，可是就机构或者是场馆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它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好，譬如说你只要每天一开门，你需要的电啊就是要这么多。那没有这些店，这个场馆就不可能营运。可是，刚刚观众问说，那不要办，是不是就完全不会用电？应该是说，这些文化活动都是促使人类往前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那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世纪的环境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啊？或者是怎么去解决场馆的问题？那譬如说。现在一般的机构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譬如说，你的灯具啊，以前就是传统的卤素的灯具，我们就是全部把它换成 LED， 那它至少可以减少1/3到1半左右的这个用电啊。那以美术馆来讲的话，我们也去汰换掉那些老旧的冰水主机，去让它的空调的效能更好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不管是美术馆或者是剧院，它只是一个场地的提供，它最重要的是必须跟这些专业的工作人员、策展人还有艺术家去沟通。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这样的对于环境的一个减碳的想法的时候，那大家就会共同的去开始进行讨论，它的展示的方法，它的策展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改变？而不是从传统的方法里面啊，只是去追求它的独特跟别人不一样啊。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的。对，我想在这个我刚大致浏览了一些问题里面，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其实提问者对于永续或者这个环保这个议题，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在一个模糊的概念之内，然后他不太知道自己怎么样可以去真的实践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说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说，这个我们才刚刚起步，然后从很多方面，可能从教育，可能从不管任何政府的推广的活动，甚至于政府的政策上面来讲的话，它逐步的来提升这个观念以后，我想在有一些问题可能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但是这边有个问题，我发现就是有一位朋友想要问 Heidi。他说，他从媒体的报道里面知道 ，Coldplay 的巡回演唱会，世界巡回演唱会大量使用再生能源提供电力，也和 BMW 合作引进3个电动回收电池，做成的巨型行动电源来进行巡演。请问一下，FEAT 是否也和国际巡演？的团体合作过，那国际巡演如何运输这些巨型的行动电池？是否有听过类似的解决方案？我们没有跟国际循环的乐团合作，谢谢你问，但我目前还没这个经验。那我们主要是在澳洲的这个艺术活动，那但是目前我们才刚推出一年半，所以还是比较新的一个平台团体。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更多的这种太阳能电池来去帮助这些大型的艺术活动，在澳洲举办的艺术活动，然后同时在票券里面加上永续费。那我想，很多的问题，他们其实都是在最后回归到教育跟沟通。那就像 Billie Eilish 在做的一样，他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绿色小的一个
帐篷，它是叫做教育角落，那里面会有一些跟环保相关的传单啊或教育的资料，这样子观众可以去把它拿回家研读。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哇，社会改变，其实很难，所以我才觉得说教育很重要，让大家让这些观众、这些粉丝知道说这个很重要，那大家都要重视，而且不难，一点一点小改变就可以让大家透过教育宣导的方式，慢慢去改变心态，塑造新的这个行为转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沟通上必须要做到，就是传达讯息，然后去减少这个范畴3的这个碳排，因为这个真的是最大的这个碳排来源，就是大家去参加这个展演活动。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自己内部先去做好，先自己尽量去减碳，然后接下来去传达这个讯息，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力了，那大家要不要也一起来尽一份力，来一起减碳？然后这边是 QR code， 你只要扫这个就可以有很多资讯啊，等等的，或者说参加一些再生能源的专案啊、种树啊等等，这个行动计划就是下一阶段。让我们能够扩大影响力，减少范畴3的碳排。这边也有一个Femeta 对 Femeta 的提问，就是说，在这边他提到了艺术节的在进行碳足迹的数据收集的时候，是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率的来进行？在你们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要求伙伴回传活动数据？比如说废弃物的重量，请厂商来称重，还是每天工作人员去称重记录？你们怎么样有系统而且有效率的来进行数据的收集 Yeah, no, that is. 很有趣的这个提问哦，其实确实不容易哦，所以我才会边听边笑。这边谈谈我们就是曼彻斯特艺术节，我们有这个音乐舞台，有不同的这个舞台，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在前几年，我们这个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我们通常是把废弃物运到这个回收站。那现在我们在会场就是会设这个回收站，然后就可以比较便利于收集数据。那在废弃物这边，就是请这些回收厂商来提供资料。那跟其他场馆的合作的话，就是先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知道说，哎，你从谁身上可以拿到数据。你必须要真的去认识对方，你不能只是就是寄 email， 因为有时候寄 email 很难去好好的传达讯息。然后我觉得就是要锲而不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去要数据、要资料，因为你就是想要算出这个影响力、这个碳足迹，不然你永远都是在这个估计这2个字里面，你永远都在估这个估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去了解说哪一些人你可以要到资料，跟他们打好关系，然后尽可能的去问、去要到。那也跟 Heidi 讲到的有点相关哦，就是跟这个在地方政府打好关系也很重要。像是曼彻斯特当地政府，他们有一个零碳的这个政策，他们很希望能够汰除这个燃油，所以就希望说所有的这个组织能够去搜集，例如说电力使用的这个数据来制定政策。所以我觉得去找到跟目标相同的这个组织，然后就能够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然后一起来要求厂商或是要求对方提供数据。所以这个是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啦。然后
要这个统整数据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有时候就是苹果比橘子，然后要怎么样放在同一个这个单位上、同一个标准上比较，其实蛮难的。那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怎么样更有效率的来分析哦。但是我觉得，例如说像是观众，交通，我其实就是尽量把它简化。我看的就是说，例如说，你出发点到这个终点，你主要的运输工具是什么？就不要把它分太多段，就说哦，我这边搭公车，然后转乘捷运，然后干嘛？尽量去简化。我昨天参加了一个这个座谈，他就说，不要因为你想要一次达到完美，然后就让你无法进步，所以就是慢慢的一小步一小步前进，你不可能一夕之间直接到位，这样子慢慢来。这个论坛到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想在这边做一个比较简短的 ending。然后，我想对于台湾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讲，处于亚热带的我们，好像只是觉得今年夏天比较热，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有一点点这样感觉，可是相对的，他们在北美洲或者欧洲，他们对于极端气候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对于处于亚热带的我们台湾人来讲，好像永续这件事情，有的人会觉得离它有一点远，但是我们以北艺大从去年开始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治校。然后以及推广的一个目标的话，我想从教育的方面慢慢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也许5年后、10年后，这整个观念在我们的这一群我们工作者或者我们的后辈当中，把这个事情能够更完善的建立起来，同时也能够把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永续的这个观念。推广到政府执政者以及施政者的政策当中，我想这个会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惠美，谢谢俊杰，也 Thank you Samantha, Thank you Heidi, and wish to see you in person. Okay,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now.